那么这个印太战略就包括了太平洋威慑计划。这个太平洋威慑计划本来美国五角大楼只要了50亿的美元，但是这个给他拨款的时候是70亿美元啊。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曹伟东。近期美国总统拜登批准了新的这个国防授权法案，也就是里边最重要的一条，要给五角大楼拨款7860亿美金的国防费。那这个数字呢是继续的上涨，而不是下降。因为我们看美国现在它国内的疫情控制的并不好那么在军事问题上呢，却一点也不放松不是说把主要的精力控制疫情，搞好国内的这种稳定，而是说仍然把大量的精力放在就是到世界的其他地区、其他的国家周边去搞一些军事行动。那么既然它有这么高的军事预算，因为这种军事预算的数额无疑是世界第一的。再有这个第一是和后面的第二、第三、第四这些国家或者地区的这个国防费用天壤之别。因为你第二名比如说到第8名，你们加起来的和还不如这个第一名，你想想它这个体量有多大。那么美国现在既然总统批了这样一个法案，那既然有了这么多的这个拨款，那么这些钱将会用在哪里呢？第一，美国一定会继续搞它的大国对抗，因为这是一个大的战略，就是你这些钱在军事上要搞什么，它一定是要搞大国的对抗，因为它还要坚持冷战思维还要和这个大国进行这种博弈所以它要大量的投入到这上面。那么在具体的就投入的过程中，可能会体现在什么方面呢？第一，你的武器装备，美国一直是要想把这个其他的国家甩开1代到2代那你既然要甩开1代到2代，就是说你的武器装备要始终领先一个是要创新嘛，研发嘛，还有一个就是要装备嘛。那你比如说作为飞机，那它可能就更多的用这种隐身的战机替换非隐身的战机，用这种先进的就是福特级的航空母舰，因为它是这个电磁弹射搭载隐身的飞机，那这样的这个航空母舰很显然它的这种能力或者是它的这种就是先进程度是靠前的，那它要装备这样的这个舰艇。同时呢，它还一再宣称就是中国的海军现在发展的很快，在数量上超过了美国。它不讲美国的这个舰艇的吨位你比如说你一艘航母就10万吨，而人家的这个一艘航母才6万吨，你一下就是11艘，人家只有比如说1、2艘。那他不讲这个，他就说你反正数量上超过了美国那我就要在数量上要反超你。那这个一个是要建造更多的这个舰艇，还有呢就是地面上的这些导弹比如说现在它的高超音速武器落后于俄罗斯，那它可能就要在高超音速武器上要向俄罗斯进行这种追赶，或者是说要尽快的超过俄罗斯，反超俄罗斯这都是它在武器装备上可能要发生的变化。再有呢就是这些武器装备它一定要用在人员身上，它一定要搞军事演习。那么这些军事演习可能出现在什么区域呢？我们看从欧洲方向虽然俄罗斯提出来就是北约不能东扩，但是美国和这个北约不会听从俄罗斯的这个红线，也不会遵守俄罗斯的这道红线，所以北约的东扩是必然的，在欧洲方向挤压俄罗斯是必然的。所以欧洲的这些军事演习，特别是在俄罗斯的家门口的军事演习一点也不会少。再有一个，美国还在推行它的这个印太的战略，那么这个印太战略就包括了太平洋威慑计划。这个太平洋威慑计划本来美国五角大楼只要了50亿的美元，但是这个给他拨款的时候是70亿美元就是多了不但不给你减，还给你增加20亿。很显然在太平洋方向，也就是对中国对俄罗斯的围堵这种威慑不会减少，所以这又是一个重要的区域。还有呢就是中东，那么虽然现在美国和伊朗的这个伊核谈判好像还在继续或者是恢复了，但是
能不能达成协议，能不能谈成啊？咱们讲达成妥协，这个还是一个未知数，或者说前景不妙。那么中东的乱局仍然要继续。再有一个就是当美国、北约从欧洲方向挤压俄罗斯的时候，俄罗斯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没有退路怎么办？那就只好出击。那出击往哪儿出击呢？那我想这个拉丁美洲可能会成为就是北约或者是说美国呀所交集的一个地方，因为这个拉丁美洲通常被称为美国的后院嘛。如果俄罗斯在这个区域里边部署军舰和飞机，那么美国的后院不就不安宁了吗？所以我们讲这个拉丁美洲很有可能又会成为一个大国博弈的战场。所以我们通过就是这次拜登批准的国防这个授权法案，以及这么高的这个国防经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明年美国的这种军事行动不会减少，反而会进一步的增加。那么我们所面对的可能是一个更加复杂和严峻的这个就是军事上的这么一个格局和变化。但是我们也不用怕，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这道钢铁长城是目前世界上任何力量都无法撼动的。我们照样可以很好的搞我们的经济建设和我们的国防建设推进我们的中国梦。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关注本栏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